啊，说实话，我走了啊！你这个技术我根本就不用学。拿包爷爷给我啊！很多人都说我挖鱼塘不行，今天我就去常德啊，找手把手去学习一下怎么挖鱼塘啊！哎，手师傅，手师傅，来，哎，久仰，好久不见啊！我们又见面了啊！来啊！感谢手师傅招待啊！来，随啊！我大老远从楼底跑到常德来，是要他教我挖鱼塘的。结果这个手师傅呢，就带我到处放街，一直逛到晚上，他还是没有提挖机的事情，又带我在这里来吃夜宵。不得不说，常德的美食还真的好吃，这几顿下来可真的是把我吃撑了。本来在晚上吃夜宵的时候，我就跟手师傅说好了，要他第二天早晨8点钟带我一起去挖鱼塘。结果他趁我还没有起床，就一个人开着挖机跑去挖鱼塘去了。等我到挖机这里来的时候，他早就挖了2个多小时了。然后他要我坐在他挖机后面，教我怎么挖鱼塘。采访一下手师傅，你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？他这个当时老板花了4000块钱挖了个鱼塘啊，然后他一滴水都不装啊，他就怀疑可能是这个堤坝没做好，可能漏水啊，然后呢，塘底也可能漏水啊，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堤坝给它挖开，干土比较干嘛搞点水给它拌一拌，拌成泥巴不干不湿，然后我在上面来回反复再挖回去挖回去，把堤坝挖干又放点水又挖回去。对，你这个技术你不要教我了，好吧？啊，手师傅，我走了啊！你这个技术我根本就不用学。拿包爷爷给我啊，爷爷拿你的啊。老板，你一个好好的堤坝，为什么把它挖了又等一下又把土挖回去啊？我又不知道。哦，你又不知道这个是师傅他自己的要这样搞的。师傅们怎么搞的？我怎么知道呢？哦，师傅要这样搞的啊。我问了老板之后才知道，这是手师傅想出来的挖主意。一个好好的堤坝又把它重新挖了，然后要老板浇水把土淋湿，再重新挖回去。我也真的是服了，佩服。跑了几百公里，技术没有学到，总不能跑空吧啊！摘几个橘子回去算了啊！哎呀，这么多橘子，不扎啊！溜了！我觉得他这个挖鱼塘的技术也不怎么样，完全就是靠忽悠。我从常德赶回来之后，就找了一个鱼塘来练手。这个鱼塘是我去年给东家挖的，后来因为有点漏水，东家就把四周全部打上了混凝土。可没想到打了混凝土还是漏水，所以这个就肯定不能怪我了。因为找不到漏水的地方，所以这一次我就给东家想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在鱼塘的中间不扭倒，直接挖一个坑。这样的话，不管鱼塘漏不漏水，中间那个坑它绝对不会漏水。鱼塘里还有一点点水，我们先把这个水舀掉，因为我的挖斗底下有2个洞，在舀水的时候都从那个洞里面流出去了。大家给我作证，这不是我故意留的洞啊，这是每个挖机的斗都有的。这个水全部舀干净之后就把泥巴扫到坑里面，因为这个泥巴太稀，不扫到坑里面的话就挖不起来。由于这个淤泥实在是太稀了，上面堆淤泥的地方全部都流到别人的田里面去了，可把东家是急得不行，立马要我挖点干土把淤泥挡住。其实我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，要他挖一个堆泥坑，但是他当时就没有听我的。现在这鱼塘里面还有这么多淤泥，我都不知道把它堆到哪里去。先不管，东家送饭过来了，先吃了饭再说。吃了饭之后，东家还拿了一包椰给我。既然东家都对我这么客气，我要师傅帮他把这个鱼塘挖好，我都觉得有点对不住他。在这个鱼塘里面挖了这么久，终于抓到了第1条泥鳅，虽然只有1条，多打点汤，晚上还是可以加插的。后来这个淤泥实在是没地方堆了，我一直往上面挖，这个淤泥它又重新流回来了。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我跟东家说，把中间这个坑扩大一点，然后用这些干土和淤泥混合在一起，这样淤泥就不会有这么稀了。我就在鱼塘中间把原先的那个坑扩大了3倍，泥土和泥巴冲混搅匀，再挖出来，这样的泥巴就没有那么稀，而不会流下来了。最后还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，终于挖好了。再把上面堆泥巴的那里简单的扫平一下，东家要在上面种鱼草。还好上来的时候，这个挖斗能够挖到马路的对面，
不然我都不知道挖机能不能够开上来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陈师傅挖的这个鱼塘怎么样，跟手把手比起来，你们觉得我跟他哪个厉害一点？更多挖鱼塘的视频，大家可以去懂车帝上面看一看。你下次开挖机要在妈妈的陪同下看啊，要把妈妈叫过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要的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，别人家的房子都是前面有一个屏，然后屏外面才是马路。但是我今天这个东家却确切相反，他家的房子前面是一条马路，要过了马路才是自家的屏。所以今天东家的精神就是把这条路移到外面去，这样他就也有一个很大的屏了。因为这是一条乡村小路，这是可以移的，周围的邻居呢也都是很赞同，所以东家就把我这个村里出了名的磨洋工搞错了，应该是村里出了名的快，技术又非常好的挖机交过来了。要想把路移到外面，这一个屏就需要多打上混凝土，所以我们就要先把这个屏整体降下去25公分，混凝土只打20公分，但是下面还要垫一层5公分的碎石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这条路的坚固。首先我们先把这一个小范围给它挖到位，然后再把这一堆碎石全部挖到刚才平好的地方，要把这堆碎石移开，才可以把下面也降下去25公分。我的干活思路就是先把这里全部降下去整平，然后再把碎石铺上，最后再给它压一压。嘟出来的这些土，东家说他找不到可以倒土的地方，然后我就给他叫了一个跟我玩得好的货车司机，跟东家谈好是120一车，货车司机他自己去找个地方倒土。就这样装了5-6车之后，东家说他有一点吃不消了，这个运费实在太贵了，所以剩下的土他就不装了，让我直接给他扫到一边算了。那货车司机就拉了5车土，高高兴兴的走了。接下来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碎石全部铺到这个瓶里面，因为这堆碎石它比较多，要先把它大致撒开才好精修解瓶。东家跟我说这个一定要给他保证20公分的混凝土，所以只铺5公分的碎石，这个精确度就非常高了。对于东家这么刁钻的要求，我有我的方法，我挖不平我就扫，我扫不平我等一下就压，如果要是再压不平我就用陡趴。既然东家把我叫过来，他就应该知道我的技术，我一定要东家知道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因为这些碎石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把多余的碎石又在上面加了一层，然后再开着挖机在这个瓶里面来来回回的压了9981回，刚好8天的功夫总算是把这里做好了。最后给大家前后对比一下效果，你们看陈师傅的积蓄怎么样？今天又多挣了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最后我们采访一下这位小朋友，你为什么一个人来看？你怎么不带妈妈一起来看挖机啊？妈妈在哪里去了？上班去了。你下次开挖机要在妈妈的陪同下看啊，要把妈妈叫过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要的。